海贼王中最强的7把妖刀排名更新，3代鬼彻隐藏能力揭晓提升3名，最强的一把妖刀已经被索隆彻底摧毁。第7名是特拉法尔加罗的佩刀鬼窟，据说那是一把妖刀，至今没展示过特殊能力。罗用手术果实觉醒时能让刀伸长几十米，是果实能力所致，还是刀本身的属性暂且不知。不过罗每次战斗都是依靠手术果实，可见妖刀鬼窟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大。第6名是和之国登场的2代鬼彻，他的品阶属于大快刀21弓，由天狗山飞彻的祖先打造，也就是光月一族。不过2代鬼彻至今没有用于战斗，他的主人是谁，以及有什么能力都还未知。鬼彻系列的妖刀都很强，期待他能再度登场。第5名是索隆手中的妖刀炎魔，他也属于大快刀21弓，能释放主人的武装色霸气。光月玉田是炎魔的上一位主人，曾用他砍伤过凯多的腹部。炎魔让索隆的战斗力提升一个档次，也得到过凯多的认可。如果索隆能将炎魔打造成黑刀，排名绝对能进入前3。第4名是宇智溪流的佩刀雷雨，有海米推测雷雨是吃了恶魔果实的刀，每次砍中敌人之后，刀身都会流出雨水冲洗血液。溪流之所以有嗜杀的本性，很可能是被雷雨反噬所致。尾田在公布溪流的生命卡资料集时，还特意强调雷雨是一把不同凡响的刀，期待溪流对战索隆时能展现他更多的能力。第3名是索隆品阶最低的刀3代鬼彻，据说他的身体内居住着一个恶魔，会反噬使用者的内心，致使妖刀的主人丧命。3代鬼彻的品阶只属于凉快刀50弓，也有粉丝期待索隆能将他替换掉。目前索隆正在对抗五老星奈斯兽狼圣，对方拿着妖刀初代鬼彻，还是一把无上大快刀。同时古马很在乎索隆手中的3代鬼彻，应该是鬼彻系列的刀都有着某些特殊的能力，只是索隆还没有将那种力量掌握。第2名就是内斯兽狼圣的初代鬼彻，品阶位于无上大快刀12弓，还可能是一把黑刀，斩杀敌人之后会让伤口被瞬间冰封，它无疑是鬼彻系列中最强的一把。第1名是被诅咒的7星剑，它的体内封印着一个妖怪，会在满月的时候现身，让使用者失去意识，获得无尽杀戮的力量，破坏力甚至不输任何一件古代兵器。索隆也曾拿起过7星剑，差点被其中的妖怪吞噬，最终被索隆折断，最强妖刀也就此消失。打伤过3位海上皇帝，害怕赏金3亿的七武海，赤犬表明黄猿已经打不过索隆。当年去香波地群岛处理路飞打天龙人事件，黄猿刚落地就秀了一波实力，把超新星来个踢了一脚，见到草帽团也没打算放过，踩着索隆打算干掉未来最强剑豪。冥王雷利及时登场，一脚踹飞黄猿的攻击，两人立马进入拉锯战。黄猿脸颊被划伤，处于劣势。暴君熊突然介入战斗，告诉雷利自己会救走草帽团全员。黄猿嘴上让大雄给个交代，却不敢对2亿9千万的七武海动手。顶上战争开打后，黄猿立马甩出8尺琼勾玉攻击白胡子，马尔科出现挡下所有攻击，紧接着一脚将黄猿踹飞。两人后续也有过战斗，马尔科因白胡子而分心，被激光射穿身体。路飞抵达马林范多后，黄猿立马开启舅舅保护外甥模式，见到路飞来到3大将面前，黄猿一脚下去踢回到解放前，见到2位中将合力围攻大外甥，黄猿直接一脚踢到白胡子手中，明明可以击穿路飞的脑袋，偏偏选择用激光打断钥匙。等到路飞成为海贼王，必定不会忘记这位好舅舅的恩情。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黄猿的表现比青雉高一个档次。趁着白胡子关注路飞就艾斯分心，一道激光射穿白胡子的胸膛，想要阻止赤犬对路飞下手，又被黄猿用激光打穿手臂。不过在偷袭抱着路飞的巴基时，从背后发射激光却没有打中，好像是故意放水让路飞逃走，也有可能是巴基在隐藏实力。毕竟巴基在罗杰船上待过，靠着一手霸王色运气成为现任4皇。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范多后，黄猿很给面子，乖乖举起双手。整场顶上战争下来，黄猿可谓衣服微脏，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对战昔日恩师泽法的时候，黄猿总算认真打了一架，带领一群海军中将，亲手葬送了不杀的大将泽法。不过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黄猿与4皇的差距被无限拉大。去抓捕乌塔的时候，黄猿完全没给香克斯面子，主动发起攻击，结果8尺琼勾玉被全部挡下，还被香克斯用刀架在脖子上。但凡黄猿敢多说一句话，香克斯都会取下他的脑袋。对于黄猿战斗力的上限有多高，赤犬绝对是最清楚的人。两人都来自西海，一起加入海军，也一起晋升为大将。海军得知4皇大妈前往和之国，企图联手凯多干掉路飞，黄猿主动请求去和之国走一趟，赤犬以存在武士为由果断拒绝。和之国闭关几百年，只有光月玉田出海冒险被海军悬赏，可见在赤犬看来，黄猿相比当年的玉田还有一些差距。觉醒霸王色击败岩灾境后，索隆的实力不在光月玉田之下，从此是否能推断出现在索隆的战斗力不在黄猿之下？目前两人都在弹头岛，期待会有一场拼尽全力的决斗。卡塔库利的真正战斗力公开，天赋和技能不输任何海军大将。黑胡子对他的评价果然没有错，在所有皇父之中，卡塔库利的赏金不算高，只有10亿5700万，不仅比13亿900万的岩灾境低，甚至还没有刚当上皇父的索隆高。不过卡塔库利算得上6边形战士，对3色霸气的修炼都是高水准，武装色霸气没达到流鹰层级，也比当年路飞的武装色硬度高。
见闻色不像红发那样掌握见闻杀，也能达到短暂预见未来的水平。很小的时候便觉醒了霸王色霸气，应该还没有掌握最顶尖的霸禅攻击。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目前只有从大将升职为元帅的战国拥有霸王色，赤犬、青雉以及黄猿都未确定有霸王色。这一项天赋明显不如卡塔库利，对超人系诺诺果实的开发也非常完美，甚至一度被认为他吃了自然系，也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当年只有4档的路飞被他完全吊打。虽然被开挂的路飞击败，但从路飞疑惑的眼神来看，未必是卡塔库利真的输了。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当卡塔库利出现时，红发海贼团也颇为惊讶，而且卡塔库利的见闻色预见未来，对战歌之魔王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不过却遭到了香克斯的调侃，见闻色预见未来可不是他一个人会。可见在香克斯看来，卡塔库利是一位强者，但还算不上顶级水平。在所有的皇父之中，也只有卡尔一个人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马尔科和镜对霸气的修炼不算强，溪流太依赖果实，霸气修炼也不会强。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霸气，对见闻色的修炼也未展现出很强的水准。本贝克曼据说拥有4皇级别的水准，也拥有不输任何大将的霸气修炼。可是，在对抗基德海贼团时，他询问香克斯是否看到了不得了的未来。难道说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如卡塔库利，还没达到预见未来的水准？黑胡子对卡塔库利的评价特别高，也认定他拥有大将级别的水准。为了解读路标历史正文，黑胡子派遣范奥卡和亲自闯入蛋糕岛，目标是将3眼族的布林抓回来，利用他的觉醒能力解读古代文字。当时大妈带着半个海贼团在河之谷，只有卡塔库利和克利架在蛋糕岛。黑胡子让亲自前往，也是认定卡塔库利很强，只有亲自才能与之抗衡。如此来看，卡塔库利是否拥有抗衡海军大将的战斗力呢？一个人对抗过2位海上皇帝，让当上元帅的赤犬主动认怂。罗杰说战国是能打赢自己的人，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中，战国是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的人。曾经与白胡子争斗几10年，战斗力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罗杰抵达拉夫德鲁之后，决定解散海贼团，向海军自首。金狮子对此特别愤怒，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马林范多，战国和卡普联手出战，经过3天3夜的鏖战，才将金狮子击败。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况没有公开，很难判断战国的具体实力。路飞击败克洛克达尔后，海军召集七武海商讨对策。多弗朗明哥使用寄生线控制2名中将互相残杀，见到战国出现后，也只能乖乖停手，显然是在忌惮战国的实力。白胡子带队去马林范多救艾斯，一直在忌惮战国会使用计策，可见战国作为海军元帅，不仅战斗力很强，还有很不错的智谋。从白胡子手中抢到镇果实后，黑胡子对海军基地肆意破坏，战国变成大佛形态从天而降，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拍吐血。黑胡子对此非常疑惑，为什么打3档路飞的时候没有如此大的力道？随后战国和卡普2人联手一起对抗黑胡子海贼团，也没有分出胜负。顶上战争完结后，战国满身缠满绷带，明显是受伤严重。反观卡普只是额头被路飞打破，实力应该比战国高一个档次。辞去海军元帅之后，战国变成白发老头，陪同鹤押送明哥去监狱，遇到赏金10亿贝利的旱灾杰克，嘴上说着对方是不得了的大人物，结果差点把杰克打死。这场战斗的具体经过并没有公开，有大将藤虎在场，打一个区杰克，应该用不上战国使出全力。赤犬当上元帅之后，一点都不尊重老领导，说战国是半隐退的人。对赤犬来说，战国已经算自己下属，战斗力也比不过自己。还有一种可能是赤犬在报复战国，埋怨他当初推荐亲自当元帅。路飞在和之国对战4皇的战斗爆发后，赤犬一直强调没有多余的兵力，依旧找到战国询问该如何处理此事。战国强调那是很多大海贼都关注的地方。后来赤犬迫不得已派去大将绿牛，可见内心中还是比较尊敬战国。对罗杰来说，战国也是同一时代的人，也算了解对方的战斗力。当年罗杰在某座无名小岛干掉一群海军后说，想要抓住自己，就得派遣战国或卡普来才行。从这句话也能推断出，罗杰认可战国和卡普一样有击败自己的能力。不过现在的战国已经隐退，也没有机会展示真正的战斗力。多拉格的往事全部公开，当海军的时候暴揍过赤犬。路飞的母亲也要登场了吗？作为海贼王中最神秘的人，多拉格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恶魔果实能力没有公开，悬赏金有没有50亿贝利也不清楚。不过从漫画1097话中，我们可以得知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多拉格与路飞不同，很听老爸卡普的话，早早就成为一名海军。曾经有海米推测多拉格是海军，万万没想到多年后居然成真了。海军中将和大将的代号都是用12生肖的动物加一种颜色命名。多拉格当海军时的称号可能就是苍龙，职位不是大将也是中将级别。从年龄上看，赤犬与龙是同一时期，也应该很清楚他的实力强弱。当初路飞去马林范多救艾斯，所有人都称呼他为草帽小子，只有赤犬在强调路飞是龙的儿子，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他的小命。尤其是在路飞释放霸王色之后，赤犬干掉路飞的执念更加坚定了。赤犬如此嫉恨路飞，很可能是被龙暴揍过，担心路飞成长为龙一样的强者。不过多拉格发现海军坚持的正义与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并不相同，
于是果断辞职加入义勇军。24年前罗杰处刑时，他也在现场观看。22年前奥哈拉被摧毁后，龙去祭奠三叶草博士，邀请贝加庞克当伙伴，遭到拒绝后，他告诉贝加庞克自己会创建一支军队推翻天龙人的统治。几年后，多拉格与伊万科夫相遇，加上暴君熊和金妮组建了革命军。在这段时间里，多拉格遇到自己相爱的人，并生下路飞，交给卡普看管。后来多拉格的事迹大家都很清楚。12年前回到故乡东海的戈亚王国，救下被天龙人炮轰的萨博后，将他带到革命军培养成参谋长。2年前，多拉格在罗格镇出现，一道闪电从巴基的刀下救走路飞，又挡住斯摩格抓住路飞，让草帽团顺利出航去追寻他们的梦想。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击败明哥后，革命军的基地被巴沙斯发现，黑胡子联系海军后闯入白土之地，有没有与龙爆发战斗还不清楚。世界会议期间，萨博带着3位军队长去玛丽乔亚向天龙人宣战。之后多拉格的剧情可能会多一点，他的恶魔果实能力也会公开。目前漫画正在讲述暴君熊的回忆，路飞的母亲也应该出场了吧？被3位四皇接连重伤，打不赢赏金3亿5千万的海贼。路飞说基德的战斗力被严重高估，当年在香波地群岛登场，基德的赏金高达3亿1500万贝里，给人一种不服就干的气势。看到阿普不爽，立马就要冲过去干一架。进入新世界后，基德也是最头铁的超新星，直接闯入四皇大妈的地盘，居然能打伤一位甜点将星，还抢走本该属于他的某件东西。基德对战的将星是克利亚还是斯纳格？剧情中没有明确交代。从路飞与克利亚的战斗来看，基德不具备打伤克利亚的实力，打伤斯内格倒是很合理，因为斯内格打不过赏金1亿800万的乌尔基。紧接着基德发挥头铁的毛病，居然向红发海贼团发起挑战，结果连香克斯的人都没见到，被本贝克曼砍掉一条左臂惨败。据说本贝克曼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基德败给他也不算丢人。得知路飞和罗组成同盟后，基拉找来霍金斯和阿普成立基德同盟，企图找4皇香克斯报仇，却遇到从万米高空跳下来的4皇凯多，基德同盟被瞬间摧毁。霍金斯算出反抗会丧命，选择投靠百兽凯多。基德和基拉奋起反抗，被凯多打成重伤后关入和之国的监狱。好在遇到进监狱修炼的路飞，两人一起搬砖，一起约定去打凯多。鬼岛战争爆发之后，基德见到老仇人阿普，二话没说就是一拳，随后与阿普爆发战斗，找不到克制阴影果实的方法，被声音攻击打伤。此时的基德拥有霸王色霸气，没打赢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很不应该。在鬼岛屋顶对战2位4皇，基德的表现稍微逊色其他4位超新星。此果实的攻击看起来很强，却没能对凯多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将大妈和凯多分开时，基德用磁铁困住宙斯，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联手罗维欧4皇大妈，基德终于拿出全部实力，用出果实觉醒能力，将大妈变成磁力气球，无数钢铁从4面8方砸来，弄断大妈一条胳膊，最后使用磁力大炮连续发射，与罗一起将4皇大妈彻底击败。此战过后，基德的赏金涨到30亿贝里，对路飞成为4皇非常不满，扬言下次见到路飞会取下他的脑袋。不过路飞表现得非常轻松惬意，虽然说两人的赏金都是30亿贝里，能看出路飞完全没把基德当回事。离开和之国后，基德来到巨人之岛埃尔巴夫，正好遇到曾经的仇人红发海贼团，他没有退缩，立马发动攻击。香克斯预见到基德会发动巨大攻击，立马使用神臂将其秒杀。同样是30亿的赏金，路飞能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罗能与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基德却被红发一招秒杀，实力与赏金完全不匹配吧。马尔科存在的2大缺陷被公开，吴老星对他的评价完全错误。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有世界最强男人保护着成长，还吃下非常稀有的不死鸟果实。力压当年的玉田成为第1队长，年纪轻轻还能与雷利交战，虽然被教做人，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跟着白胡子去马林范多救艾斯，马尔科轮番对战3位海军大将，挡下闪闪果实的大招8尺琼勾玉，紧接着就是一脚将黄猿踹飞，亲自用冰刀刺穿路飞的肩膀。马尔科二话没说，又是一脚踹飞。对战赤犬的表现不算好，吸收一切伤害的蓝色火焰却没挡住岩浆拳头。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之后，吴老星一度认为马尔科能继承4皇之位，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的决战中，马尔科和众多队长被完全碾压。事后马尔科本人也说了，面对得到阵阵果实的黑胡子，自己完全不是对手。去和之国帮助路飞对战百兽海贼团，马尔科成为草帽团的全职保姆。见到4皇大妈要去鬼岛屋顶，他不顾佩罗斯佩罗的夹击，也要挡住大妈。后来一个人对战镜和奎因2位大看板，在众人的攻击下护送索隆去打凯多。面对2位赏金超10亿的强者，马尔科也是游刃有余，没有一点劣势。当凯多吐出热息攻击娜美的时候，马尔科再次挺身而出化解危机。从顶上战争到鬼岛战争，马尔科对战众多强者，却暴露出2个缺陷。第一个就是恶魔果实的能力是恢复，对他的攻击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对战3位海军大将的时候，场面上并没落下风，却没有打伤任何一个人。相比海军大将们毁天灭地的攻击，马尔科的攻击力也明显弱一个档次。
后来去鬼岛对战两位大看板也是，全程压着岩灾镜和异灾奎因打，却没有对两人造成任何伤害，也能反映出马尔科的输出并不强。第二个缺陷就是拥有武装色和见闻色，却不具备霸王色霸气。在所有的皇父中，索隆和卡塔库利会霸王色，比马尔科高出一筹。凯多打路飞时强调过，只有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才算最顶级的强者。目前除了黑胡子和巴基，其他几位四皇也都展示过霸王色缠绕攻击。马尔科不会霸王色也可以确定，他不具备顶级强者的战斗力。当初吴老星说他能继承白胡子成为四皇，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不过香克斯却非常认可马尔科的实力，多次邀请他成为自己的伙伴。5个特殊超人系果实能力太逆天，其中有3人将路飞按在地上摩擦，不过有1人被卡普一击铁拳锤爆。第一颗是诺诺果实，能力者是卡塔库利，拿着10亿5700万的赏金，却拥有接近海军大将的实力。卡塔库利能将自身变成年糕，还能用年糕制造任何东西，加上见闻色达到预见未来的境界，一度认为他吃了自然系果实，对战路飞的时候完全碾压。橡胶果实的任何招式都会被他超越。尾田曾经在 SBS 中特意说明，诺诺果实很像自然系，属于特殊超人系。第二颗是毒毒果实，能力者是推进城看守长麦哲伦，他能从身体里制造出蓝色毒液，也能用毒液制造出巨型骷髅，一旦触碰到麦哲伦就会中毒，没有特定的解药，只要在痛苦中丧命。当年路飞去海底监狱救哥哥艾斯，对战麦哲伦的时候被完全碾压，身中剧毒后逐渐丧失五感，瘫倒在地，幸亏遇到伊万科夫才保住一条小命。元帅战国曾说过，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是海底监狱中最强的人。当时路飞只开发出3档，也不会武装色和见闻色，打不过麦哲伦很正常。第3颗是食尸果实，能力者是多弗朗明哥的手下皮卡。草帽团去德雷斯罗萨的时候，皮卡用食尸果实将岛屿变成巨型石像，有一种将自身融入到岩石中的感觉。甚至有海米觉得食尸果实是自然系。不过皮卡的战力并不算强，性格上还特别傲慢，相信自己的武装色最强，居然与索隆比拼武装色的强度，结果被一招9刀流大千世界秒杀。第4颗是岛岛果实，能力者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4船长匹萨罗，他拥有恶阵王的称号，想当年也是雄霸一方的强悍海贼。匹萨罗在蜂巢岛对战卡普的时候，展示过岛岛果实的强大之处，能控制一座岛上的任何物体，创造出的巨大手臂堪比整座岛屿。不过相比英雄卡普的实力差距太大，被卡普一记铁拳打成重伤。看来凯多的话一点没错，果实能力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一切。第5颗是合体果实，能力者叫巴雷特，有成为世界最强的野心。巴雷特在15岁的时候就有挑战罗杰实力，不过没有一次挑战成功，与年轻雷利战斗都是平局收场。难道说15岁的巴雷特有4皇级别吗？离开罗杰海贼团后，巴雷特在大海上驰骋，最后被屠魔令击败，关入监狱。趁着路飞大闹推进城，巴雷特成功越狱，也将合体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打4档状态下来的路飞，也就一拳头的事情，战斗力绝对不弱于4皇。一招秒杀山治，战力超过岩灾镜，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霸气。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的多弗朗明哥，他的战斗力有没有准大将级别呢？罗仅仅用了一场战斗就找到了答案。在当上七武海前，明哥的行为多少有点怂，每次遇到贺中将都是不敢交战，仓皇而逃。贺中将是海军大参谋，整天与卡普和战国在一起，明哥不敢与他战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顶上战争，明哥的表现中规中矩，轻松砍掉奥兹一条腿。与克洛克达尔战斗，场面上也是不分胜负，用寄生线控制住钻石乔兹可以算作亮点，毕竟乔兹是能与大将亲自正面交战的强者。经过2年的发展，明哥面对海军大将也是一点不怂，在庞克哈萨德对海军下手，把斯摩格按在地上摩擦，即便是前海军大将亲自出现，要求他放过自己的老同事，明哥依旧要取下斯摩格的脑袋，结果身体被亲自瞬间冰封，挣脱冰块束缚后，明哥依旧没有怂，调侃亲自加入黑胡子的事，还丢下一句现在不想战斗，装逼效果直接拉满。从亲自淡定的表现来看，也是认定明哥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回到德雷斯罗萨后，大将藤虎带着海军来处理路飞和罗。当藤虎说出要废除七武海后，明哥立马发起进攻，还扬言连对方一起干掉。藤虎表现得非常淡定，让明哥最好考虑清楚当下的局势。从此也能看出，藤虎没把明哥当回事，也认定他打不过自己。在抓捕罗的过程中，明哥对桑尼号发起进攻，山治立马出来阻挡，评价山治的战斗力还不错。随后用一招5色线将山治打伤，如果不是罗出手帮忙，山治会被明哥击败，桑尼号也保不住。得知明哥被路飞打败后，凯多给出的评价是明哥的实力太弱。不过尾田对明哥的最初设定是百兽海贼团的核心干部，凯多手下的强者都用扑克牌命名，3灾分别代表着 JQK， 明哥的代号是 Joker， 比 JQK 大，实力和地位应该在岩灾镜之上。担心路飞在和之国的敌人太强，才将明哥设定为单独的 BOSS。 明哥对线果实的开发堪称完美，也拥有100万分之一的霸王色，但在武装色和见闻色的修炼上存在弊端。见闻色不能预见未来，与罗对战的时候，用附着武装色的手掌抓住鬼窟，却流出了鲜血。从此也能看出来，明哥的缺点是太依赖恶魔果实，对霸气的修炼还不够。凯多对路飞说过，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明哥的武装色和见闻色不强，霸王色也不会缠绕攻击，实力比大将差距还很大。路飞力量衰竭变成黄猿模样，
心脏之骨跃动完虐巨龙凯多。海贼王动画第1072集炸裂更新，见到路飞武当的模样，凯多很是疑惑。明明是超人系觉醒影响周围事物，为何还会有动物系特有的变身效果？带着疑惑和不解，凯多张开巨口将路飞吞下，在巨龙的腹部，路飞翻滚跳跃变成气球，凯多的身体也随之膨胀，在空中漂浮旋转。大河骑着桃之助来到屋顶，他要确定发生了什么。见到飞在空中的气球巨龙，大河也表示没见过那种形态。路飞继续在凯多腹部跳跃，双手从眼睛中伸出抓住龙的鼻子，使出橡胶逃生气球，从凯多的嘴中弹射出来。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路飞将身体无限变大，却被巨龙凯多再次咬住身体，疼得路飞哇哇大叫，一拳砸在凯多的脑袋上，才勉强从巨龙的口中逃脱。顺势一手抓住龙头，一手抓住龙尾，在空中玩起了跳绳。凯多也不甘示弱，抓住机会吐出热息，将路飞烧成黑炭模样，不过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路飞瞬间又变得生龙活虎。城堡内基德和罗还在战斗，他们发现路飞和凯多都还活着，当下的局势依旧很糟糕，没有办法灭火，整座鬼岛都会烧起来。不过罗和基德与武士们一样，在路飞获胜之前绝对不会放弃。重新回到鬼岛的路飞继续攻击，却被一招引奈落正面击中，脑袋穿过城堡屋顶出现在会场舱。所有人见状都被惊出了双眼，见到路飞喘着粗气坐在地上，凯多强调他已经达到了极限，路飞却在此刻变成一个小老头，从模样上看与黄猿有几分相似。两人顺势开启嘴遁攻击，嘲讽对方会在这场战斗中失败。路飞很清楚，一旦战败，和之国的所有人都会变成一副白骨。他告诉凯多自己并不怕死，将右手缓缓放在胸膛之上，嘴里喊着想起来吧。心跳声，身体随之变得活力四射。四处乱窜的路飞一时大意，脑袋又一次被打成狼牙棒模样。凯多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次挥出狼牙棒砸中路飞脑袋，这一次被路飞扛了下来。从地下逃出来后，用极快的速度躲闪。凯多也再次陷入疑惑之中，这种纯白的姿态他从未见过，身体不仅缠绕武装色和霸王色，还能影响周围的任何事物。路飞嘲讽凯多快点跟上自己，会使出更有趣的攻击战斗。随后双脚蹬地喊出1、2、3，拳头直接贯穿凯多的脑袋。这一拳的威力异常巨大，凯多也没能扛住，倒在地上。路飞没有立马上去补刀，反而在想这种自由的战斗方式叫什么。凯多重新站了起来，一脸疑惑地询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听到解放之谷的相主很清楚，乔伊波伊此刻就在鬼岛屋顶。不过路飞却告诉凯多，我叫蒙奇蒂路飞，是要成为海贼王的人。香克斯透露白胡子的真实战斗力，已经不配拥有世界最强男人的称号，与前海贼王罗杰有着相同的弱点。白胡子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赏金高达50亿4600万贝利，拥有能毁灭世界的阵阵果实，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当年白胡子在无名小岛遇到罗杰海贼团，双方爆发了大规模战斗，白胡子与罗杰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可见两人的实力属于同一水平。吴老星对白胡子的实力非常忌惮，得知他与香克斯见面非常紧张，认为香克斯和白胡子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让世界格局发生改变的实力。香克斯1岁的时候就在罗杰船上，对白胡子真正的战斗力也很清楚。为了不让艾斯去追杀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独自一人登上莫比迪克号，面对白胡子一点也没有示弱，拿出佩刀格里芬与丛云切进行战斗。可见在香克斯的心目中，白胡子虽然很强，自己也完全不会弱于对方。顶上战争刚刚开打的时候，战国就让手下10万精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即便人数上占据优势，一旦大意也会战败，因为对手是最强的白胡子。卡普与战国的态度一样，一再告诫手下的人，白胡子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鹰眼和白胡子一样都拥有最强称号，可是鹰眼却认为实力相比对方差很多。相比大将黄猿和青雉，赤犬很认可白胡子的强大，前期不敢主动参战，靠着使用奸计策反斯库亚德，让白胡子的身体被刺穿后才敢与之战斗。赤犬虽然嘴上调侃白胡子不中用，行动上却认定自己打不赢对方。见到艾斯丧命后的白胡子特别愤怒，用出最后的力量狠狠揍了赤犬一顿。假如是年轻没有伤病的白胡子去马林贩毒，赤犬的脑袋必定留不到战争结束。凯多和白胡子都曾是洛克斯的成员，双方的战斗力强弱也应该很清楚。对战路飞的时候，凯多也强调说，白胡子是能与他生死决斗的强者。不过凯多认为白胡子和罗杰都很幼稚，没有称霸世界的决心。巴雷特的梦想是击败罗杰，得知罗杰身患绝症后，他决定成为世界最强，对白胡子的战斗力也很认可，评价白胡子是拥有怪力的老头。不过巴雷特还强调白胡子和罗杰一样，都有把同伴看得非常重要的缺点，这也导致白胡子带领所有人去救艾斯，才在海军基地马林范多丢掉性命。不管是香克斯还是巴雷特，他们眼中的老年白胡子都不算世界最强男人了。能秒杀赏金30亿的海贼，也能喝退双果实的黑胡子，让吴老星忌惮的6位强者，有3人将果实开发到了觉醒状态。为了劝阻艾斯不去追杀蒂奇，香克斯主动与白胡子取得联系。吴老星得知此事后非常紧张，担心世界会被2位四皇改变。不过他们也认为香克斯不会因个人私欲让世界变得动乱。世界会议期间，吴老星特意腾出时间召见香克斯，也表明他们很忌惮这位四皇，不得不给香克斯一个面子。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后，香克斯有资格称为世界最强男人，仅仅用了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就能秒杀赏金30亿的基德。他还拥有让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以及战力非常强大的同伴。顶上战争完结后，
雷利和慎平陪同路飞回到马林范多，一方面是祭奠死去的艾斯，另一方面是向同伴传达集合时间。吴老星对雷利的行为很紧张，畏惧他会重新出山做海贼。毕竟雷利抵达过拉夫德鲁，知道消失的100年发生过什么，也拥有强大的实力，能让赏金接近40亿的黑胡子离开九蛇岛。泰佐洛曾经是天龙人的奴隶，看着心爱的人被天龙人残害，逃离圣地玛丽乔亚之后，泰佐洛从明哥手中抢走晶晶果实，之后将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拥有世界上20%的财富。吴老星对泰佐洛非常忌惮，不愿意失去那笔庞大的财富。当路飞与泰佐洛战斗时，吴老星甚至派遣 CP0 的陆琪去保护他。多弗朗明哥失去天龙人的身份后，依旧能骑在吴老星的头上，不是因为他是果实觉醒者，是因为他知道天龙人的大秘宝。在对抗路飞和罗的联盟时，明哥要挟吴老星散播假新闻，5个老头也不敢不听从。此事还被赤犬拿来嘲笑过一番。即便在明哥被路飞打败之后，吴老星依旧派人去推进城暗杀他，可见吴老星是多么畏惧明哥，担心所谓的大秘宝会被他泄露出去。世界政府一直不敢插手和之国，就是因为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存在，吴老星只能通过多弗朗明哥才能与百兽海贼团做交易。明哥被路飞击败后，才迫不得已派遣 CP0 到和之国去找凯多。为了避免橡胶果实觉醒，吴老星让 CP0 的小队长去干掉路飞，同时还在担忧这件事会得罪凯多，也能反映出5个老头很忌惮凯多。当下吴老星最忌惮的人是路飞，因为他就是乔伊波伊的传人，还觉醒了幻兽众尼卡果实，拥有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得知路飞出现在弹头岛后，萨坦圣也决定亲自去一趟，还带上了大将黄猿和100艘军舰，目的就是将路飞彻底抹杀。土星萨坦圣的核心能力全部公开，果实觉醒只是标配，霸王色物理伤害才是杀手锏。作为世界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吴老星每次出场的逼格都很高，即便是面对元帅赤犬的挑衅，他们也能非常冷静的轻松应对。吴老星的战斗力有没有超越四皇，一直是海迷们在争论的话题。直到世界会议期间，5个老头才第一次战斗，对手是革命军的参谋长萨博。见到萨博要救走寇布拉的时候，他们和伊姆大人一起发动恶魔果实能力，如果不是寇布拉舍命掩护，萨博的性命肯定会留在圣地玛丽乔亚。土星萨坦圣正在弹头岛对抗草帽团，也是吴老星中唯一展示全部能力的人。他已经将恶魔果实开发到觉醒状态，从外表上看很像是日本的妖怪鬼女，拥有什么样的特殊能力暂且不知，对战斗力有多大提升目前也不清楚。面对波妮的偷袭居然没有轻松躲开，可见他的战斗力并不是最顶尖水准。萨坦圣的见闻色霸气也特别强，待在军舰上也能感知弹头岛的动向，察觉到贝加庞克修改了和平主义者的命令，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如果他的见闻色能预见未来，或者拥有见闻杀，妥妥的能达到4皇级别。萨坦圣还拥有瞬间移动能力，前1秒在军舰上，后1秒就能来到弹头岛。目前只有香克斯展示过瞬间移动能力，速度甚至能超越黄猿的光速。都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萨坦圣拥有瞬移能力，注定是一位顶级强者。在漫画1094话中，一位士兵看了萨坦圣的眼睛后，脑袋随即爆炸丧命。萨坦圣的周围也出现大量黑色闪电，不出意外就是霸王色的一种用法。已知的霸王色最强用法就是缠绕攻击，凯多曾强调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罗杰和白胡子对战用过霸缠攻击，香克斯秒杀基德也使用过霸王色缠绕。据说香克斯还会霸王色的另一种用法，就是能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当年一个人去找白胡子的时候，就曾释放过霸王色霸气阵列传板，结合海军士兵脑袋爆炸后，立马有人下令让准将以下的人不能直视萨坦圣，也能推断出萨坦圣对霸王色的运用已经达到能造成物理伤害的程度。看来凯多对路飞说的没错，恶魔果实都是浮云，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目前萨坦圣还没有展示过武装色强弩，也没有表现出恶魔果实具备的特殊能力。弹头岛接下来的战斗情况将会确定吴老星是否具备4皇级别的战斗力。轻松秒杀过2位海上皇帝，让黑胡子主动认怂不敢战斗。卡普强调青雉的实力在赤犬之上，当年在无名小岛遇到路飞的草帽海贼团，青雉秀了一波实力，将整个海面瞬间冰封，紧接着出手抓捕罗宾。草帽团3大主力立马出手阻挡，可惜实力差距太大，索隆山治和路飞被瞬间击败。随后路飞与青雉单挑，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被冻成冰雕战败。现在的路飞已经觉醒尼卡果实，也有实力干掉青雉为爷爷卡普报仇。顶上战争开打后，青雉的表现还算积极，将巨大海啸瞬间冰封后，立马对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出手，不过被对方从空中击落跌入大海。第2次对战白胡子，青雉使用见闻色预见未来，提前元素化躲过从云切，将白胡子冰冻成雕像之后，却感叹震动无法冻住，自认实力不如对方。就在此时，钻石乔兹突然出现，将青雉撞飞后，嘴角流出鲜血。后来乔兹因白胡子受伤而分心，被青雉冰封后丢掉一条胳膊。对战当时的巴基可谓完全碾压，青雉毫不费力将其冻成冰雕。现在巴基和路飞一样都是4皇，再次遇到青雉结果还是会被秒杀。不过与艾斯战斗，青雉的表现很一般，两人招式抵消不分胜负。当时的艾斯赏金也才5亿5千万，实力应该比海军大将差很多。香克斯抵达马林范多后，青雉完全没有理会所谓的面子果实，主动出击攻击罗的潜水艇，说是干掉路飞更像是阻止海军去追捕。不过青雉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丢掉海军大将的职位，还断掉一条腿。
战国辞职后推荐青雉接替元帅，导致赤犬与青雉爆发元帅争夺战。两人在庞克哈萨德大战10天10夜，最终青雉以微弱的劣势战败。随后青雉辞去大将离开海军，在1年前遇到黑胡子海贼团，将大久乔特和圣胡安恶狼瞬间冰封。黑胡子到来后也不敢贸然动手，对青雉的战斗力非常忌惮，最后选择邀请青雉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吴老星对青雉离开海军很不淡定，指责赤犬让如此强悍的战力成为敌人。在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没有成功，黑胡子将科比绑架带回蜂巢岛，卡普带着 SWORD 成员闯入蜂巢岛，对手正是曾经的首席弟子青雉，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海底落下，将青雉砸入地底之下。紧接着卡普强调说，心中彷徨的人毫无战斗力可言，表明青雉虽然有很强的战斗力，内心不坚定就不能完全发挥出来。是否可以说当初青雉败给赤犬是内心不坚定而不是战斗力弱于对方呢？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终于公开，吃了它就是海贼王中的第2强者。不过那颗果实已经被尾田彻底雪藏，自然系一直被认为是3系恶魔果实中最强的一种。在顶上战争时，3位海军大将都展示过自然系毁天灭地的力量。青雉的洞洞果实能将毁灭一座岛屿的海啸瞬间冰封，赤犬的岩浆果实不仅能燃烧火焰，还能让大地变成熔岩炼狱。最强的自然系果实到底是哪一颗，一直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后曾说过，那就是最强的自然系恶魔果实，拥有世界上最凶恶的力量，可以吸收任何能量造成的伤害，一旦被黑胡子释放的黑暗元素触碰，能力者的恶魔果实也会失效。黑胡子靠着暗暗果实击败艾斯，从一个无名小卒晋升为七武海，对战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单从果实对拼来看也占据绝对优势，不过暗暗果实不能让身体元素化，还会带来双倍疼痛，算是一大缺陷。赤犬当上海军元帅后，生命卡信息更新，也有了岩浆果实的详细介绍。相比超人系和动物系恶魔果实，岩浆果实拥有最顶尖的攻击力。从赤犬的战斗表现来看，岩浆果实的确拥有最强自然系的资格。对战受伤的白胡子没有太大劣势，被偷袭暴揍后也能重创对方。一个人对抗白胡子海贼团所有队长，也自信能将路飞的脑袋留下。不过在面对香克斯的时候太怂，被吓得脸颊流汗，一动也不敢动。艾尼路在空岛登场时，娜美就说过，响雷果实是最强自然系。从艾尼路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草帽团除了路飞被挨个秒杀，结合能覆盖整座岛屿的见闻色霸气，可以做到随时随地无死角打击。大招雷银的破坏力堪比远古兵器，只要一击就能将一座岛屿毁灭。如果武装色霸气不能抵御雷电，响雷果实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好在路飞的橡胶对雷电有免疫作用，不然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击败艾尼路。尾田曾在 SBS 中公布最适合草帽团的果实，索隆可以吃下鱼果实青龙形态，最适合娜美的恶魔果实就是响雷果实，那样她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后女王，也会变成全世界攻击力最强的人。当然雷电攻击对路飞不会造成伤害。从此也能看出，尾田也认为艾尼路的响雷果实就是最强的自然系。不过艾尼路已经前往月球，响雷果实很难在剧情中出现了。不过尾田好像忘了，娜美不用雷电攻击也能把路飞按在地上摩擦。